迎收看关键时刻。在川普打击伊朗之后，我们一直以为他会把重心放在中国身上，没有，现在他反而把重心放在韩国身上。他现在要紧紧掐住韩国，尤其是这张图震撼了全世界。为什么？因为这张图你看到南韩再画一条虚线到了北京，这是不是这个驻韩美军眼中南韩就是打击中国的最前线呢？志栋，今天这份地图出来之后，完全颠覆我们想象。我第一时间看不懂。原来这是180度的这个转换，这转换之后呢，我们都以为美国要怎么去打中国。这一张地图给我们了好多的创意，好多的想法。对，而这张地图就是未来打中国的最新想定吗？对，没错。事实上，大家看到这张地图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时间没办法反应过来，因为我们过去看的地图都是这样转过来，他这是把它转回来。转回来的话，是以南北韩为一个中心点，然后这样子这个去看世界，好，面向着这个海洋。好，那这个地图里面来说，它有标出几个地方。你看，这是南韩，这是北韩、中国、台湾、菲律宾，然后这是日本的一个状况。然后它是标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就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美军在韩国最大的基地平泽基地的所在地的位置，然后他同时间标了这个位置，然后同时间他标了在琉球这个地方的这个军事基地，把这两个军事基地呢标为就是前进基地，然后把日本的这个地方标为大后方，所以这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告诉你说，未来呢，这个美军基地驻南韩的地方呢，不再是只有针对北韩嘛，否则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琉球也标为前进基地？你把韩国的基地跟琉球标为前进基地，表示你要对付的不是北韩，是中国，你要对付是中国嘛。所以这两个前进基地，然后后面变成是大后方，那这是什么意思？对付你中国的方法。好，然后他在这个地图里面，他同时之间还标出了这个如果我们看得非常仔细的话，标出这个航道的位置。他有标注说，从这个平泽基地到北京的这个距离，他标出来是950公里，然后是612英里，他把它标出来。好，那标出到中国各大城市，还有到台湾的这个距离，哈，首尔距离北京的这个距离来说啊，只有950公里。这个所谓的平泽基地是全世界距离北京最近的美军基地，所以它只要飞机一起飞，很快就可以打到中国的心脏。所以等于说，这个地方标为前线是什么意思呢？美国已经想定了，万一真的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前进基地就是两个地方，一个是首尔，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琉球，然后日本作为大后方，台湾可能也是大后方，还有菲律宾是当为大后方。这样你看就非常清楚，这个面对的就是中国目前为止的这个挑战。所以等于是说，美军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他要调整他的军事策略，就是把韩国定调为前进基地，要面对中国的前进基地，它不再是只有针对这个北韩，同时之间呢，把日本的这个所谓的大后方的这个军事将领的这个层级把它提高，因为变成是一个单一这个作战。也就是说，过去呢，首尔的这个美军呢，跟这个东京的美军呢，他们是平行的，未来会变成怎么样？未来变成是东京的美军是首尔美军的指挥官，上下关系，所以等于是说军事一体化，有助于这个面对未来这个中国的威胁之后，反应更加迅速。所以我们这样就看起来，原来现在美国跟韩国他在谈判，我就想说他们在谈些什么东西？是，还有是地图。这样我就懂了。对，没错。好，为什么这个地图很重要？第一个，我要了解你南韩所有的军事设施，还有所有的地图嘛。好，那这一次最近一段时间，你看，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卢特尼克·葛里尔，然后跟这个韩国的这个通商部部长吕汉九，他们在这个华府展开这个贸易谈判。对，那贸易谈判，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南韩、台湾，甚至是越南，还有印尼等等，可能4个国家会是优先哦。那他们跟这个韩国谈什么？谈说啊，你要多进我们美国牛肉啊，然后进什么阿拉斯加的天然气，我们目前在开发，要投资440亿啊，那你可能要投资啊，而且未来要买啊，而且天然气管线听说会拉到日本这个地方来啊，这个你要互相合作，台湾也可能要参加。不过里面比较特别的一点，你知道他们讲什么吗？他们居然讲说，我们要求你什么？这个 Google 地图的外流的这个管制，我们列为所谓非关性的这个非关贸这个壁垒的重点，要求韩方调整，促进贸易平衡。就是他意思说 ，Google 地图，对，我要在南韩可以用。对，是这样。如果你我们一般的这个观众朋友，如果你有去过南韩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我们在台湾打开 Google 地图可以用，在南韩的话不能用，有点怪怪的，太准，对，会偏差很远。
而且你完全都不准，在很多地方你会完全失焦。所以你到南韩去的话，大部分都是用 Naver 的这个 Naver 的地图，或是用 KakaoTalk 的 Kakao 的这个地图。但是它问题是它都标示韩文，所以当很多人去这个韩国都觉得，哎呀，这个有点不太对哈。那为什么会不太对？因为韩国他们有一个这个保密的方法，因为他们有一个国土安全部下辖的这个国土地理讯息院，他就说呢，目前为止来说话，5000:1的这个精密地图的数据不能够储存在海外的数据中心，所以就是说，你看它只能多少？它只能够25001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想，目前为止，Kakao 他们用的是5000:1。那 Google 用的是25000:1，那当然会失准啊，两个差了5倍的这个距离啊，所以就等于是那因为韩国有所谓的保密协定，他们不能够输出嘛，所以现在美国要求你说，你把这个5000:1的把它交出来，我们不要用你这个2500:1嘛，好，那这个我跟他讲，那这个为什么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第一个，我美方要掌握你更详细的这个地图嘛，我未来 Google 如果能够取得这个地图来说话，它对未来美军作战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用 Google 地图啊，或者是说我可以更精简的这个地图啊，对它就有用嘛。照尔你知道吗？事实上。这个过去我们知道说，1949不是开始打这个韩战吗？韩战南北韩作战的时候，那当时美军根本没有来过韩国这块土地啊，没有来过韩国这块土地。他们一开始在仁川登陆，或者说之后跟北韩跟这个人民解放军在作战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地图啊。对，那没有地图，他怎么打？照我知道怎么打吗？他难看，他拿了很多军事机密，这在他们的韩国的里面。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日本当初做的。日本他们在这个占领朝鲜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个这个朝鲜1/5000的这个地形图。那你看这里面就是新义州还有安东，这就是鸭绿江嘛，这是他们这个朝鲜部队跟解放军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队在这边曾经交战过嘛，所以这个地方啊，鸭绿江，你看他就把当初美军为什么能够打这个，能够跟这个解放军跟这个韩国的这个军队，北韩的军队作战，就是我要你的地图啊，不然我哪来的地图？对，这是日本给他的。日本就说，我们当初有这个我们在日据时代，我们日本占领时代，我们很多机密地图，就给你吧。所以等于是说，麦克阿瑟或是美军呢，也是看了这个地图之后，才有办法打，不然他打什么？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哪里，这里是哪里呀？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地图交出来之外，韩国要你的机密之外，另外一个是什么？他现在可能呢，我就讲会把驻韩美军跟驻日美军的这个层级调动。那过去驻韩美军跟驻日美军，他们都是3星上将，然后另外他们2个是平行单位，就是你驻韩美军呢不能够调动驻日美军，驻日美军也不能够调动驻韩美军，但是未来会改变。怎么改变呢？它会变成是单一战区，就把这个朝鲜啊，还有台湾海峡，还有南海连成单一作战区。也就是说，我们简单的来说啦，我们再用这张图来说，就简单把这地方全部都变成是单一战区，全部你看，所以以前譬如说驻日、驻韩没有了，对，现在都一个样，对，就是以后就是全部都变成是单一战区。单一战区的时候呢，最高指挥官在日本，对，然后我刚才讲这2个是前进基地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包括说你可以动到菲律宾的部队，这样子等于是由日本来统一的这个驻日本美军来统一整合。那因为这样的关系，你知道，他未来原本他们是3星上将，3星的这个中将，对，他把它降一阶，降成2星，然后同时间把日本东京这个人把它升为1星，升为4星。你看。驻韩美军的司令官从3星降为2星，然后把驻日美军的这个司令官升为4星，然后同时领导联合国的部队，也就是我跟你讲嘛，从这个日本、南韩还有菲律宾，甚至可能未来的台湾整合起来，由日本的总司令来这个担当嘛，所以等于是单一战区啊，这样很清楚啊。照了，不然的话怎么办？如果你没有这样整合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我跟他讲，万一真的作战的时候，那请问驻韩美军要听谁的话？对。没有，我驻韩美军跟驻日美军平行啊，可是问题是现在驻日美军是4星上将，对不对？那你驻韩美军只是2星而已啊，他们就变成是主从关系，就是变成驻日美军来说话，我可以发号施令，但我可以同时调动整个亚洲的部队，这样的话是不是在面对中国的挑战的时候更加有这个统一的这个状况？难怪驻韩美军有点不太爽，感觉难怪说什么又非米其林，驻韩驻日美国司令官星期有变动，是你一下把我这个薪金拔掉，我又降级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说，目前为止来说，他这个美国可能对于南韩的部队呢，可能会缩减他的人数，但是呢，他会让他的这个攻击力道会更加强，或者变成是第一个时间攻击你，他可能陆军人数会减少，但他可能会加强，包括说空军啊，或者是飞弹部队的这个部署，就这样子，所以变成是这样，然后驻日美军的这个规模会扩大。好。那当然了，你要说那李在明不是很亲中吗？他干嘛要听你的话？照我跟他讲，没由得他选啊。
为什么？虽然不能选的，李在明在选举过程都一直说，哎呀，我们要这个安全靠美国啦，经济靠美国啊，经济靠中国啦，安全靠美国这样一个状况，他喊出跟我们过去很多总统候选人讲的一模一样的口号嘛。但问题是，他现在他能够经济靠中国吗？他自己也觉得不行。你看，他在6月26号第一次在全国国会发表了施政演说的时候，他就是直接讲哦，我们的经济面临的绝望的这个绝望，他用这2个字绝望。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从原本2.1下降到2%，然后呢，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是2020年来第一次的负成长，然后他们一直在不断的降息到历史的低位，没有办法啊。好，那为什么？你看，对美国出口的这个钢铁在下滑的这个状况啊，然后他们韩国的内需也是相当的糟糕，钢铁的需求相当糟糕啊，所以等于说他们目前为止，而且物价又很高。然后利率又很高，然后汇率又很高，所以等于是韩国经济到处都是一个这个没办法看到活路嘛。那尤其是我们知道为什么韩国会陷入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依赖太深。对，为什么对中国？你看为什么韩国钢铁为什么会一路的往下滑？因为简单，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国家就是中国。那中国疯狂输出，你当然价格起不来啊。那还有什么？你的面板也跟中国竞争。你的低润也跟中国竞争，你的制造业也跟中国，造船业也跟中国竞争，所以他现在怎么办？他知道说我要靠美国才行，所以他等于说要靠美国来翻身嘛，所以由不得他。我这样一路这样看下来，为什么韩国最后没有要选到中国？对，你中国每天都在弄我，是啊，每次来我这个地方之后，你就把我的技术通通偷走。对，现在还有什么？还搞一个3D 列印的，你各种技术，对，你都偷了。对，没错。好，我们就讲嘛。因为我们知道3D 列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广泛运用。那3D 列印要做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我们有时候呢要做所谓的塑胶合成的这个东西，譬如说机壳，我们用3D 列印来说就可以大量的量产嘛。那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要做这个打样，就没想到打样的时候，因为很多都用3D 列印的公司，那3D 列印机器公司很多都是中国公司嘛。那于是有些韩国公司呢就会偷走了吗？没有，有些韩国公司就说，那我们跟中国的这个3D 列印公司合作嘛，把我们的 know how 跟你讲说，兆和你有3D 列印的技术嘛，我们有这个，我们要做一个机壳嘛，我们要做一个代工产品嘛，那我就跟你讲，就没想到，我下单到你那边去之后，就没想到兆和人就不见了，人间蒸发。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我的技术偷走了。你的3D 列印公司你就可以自己做啦，就这样啊。好，那另外那就很简单，那有些韩国厂商就那我们就把3D 列印的机台买回来就好了嘛。照那买回来会怎么样吗？他们有时候会发现到说，我这个印的东西，我这个设计的东西，为什么没多久中国也会出现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简单，他们这些3D 列印的公司的设备他们会把数据传回他们的母公司去还来这一招的，所以变成这样啊。所以呢，韩国就没办法，所以呢，韩国目前。韩国警方就说，因为很多人就去跟韩国警方投诉嘛，他说把客户的设计图内容流到中国企业的话，可能违反不正当竞争防止，还有这个商业秘密保护法，然后涉及国家的核心技术，可以违反所谓的产业技术保护法。但问题是，韩国抓不胜抓，越来越多这个状况，所以我就说，韩国也知道说，他们其实不能够跟中国走得太近，也会有这个技术外流的可能性，所以我才说，他只能够选美国好。那选美国来说，那你要讲说，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详定里面来说的话，你会觉得说，好像他处处针对中国？对，美军为什么要处处针对中国？因为他知道说，美国目前的核心利益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看这个是雷根总统基金会还有纪念中心他们的分析，他们用个民调，对，那做这个民调里面来说，他们做的是什么？做的是说要不要出兵协防台湾，就没想到，居然有70%的美国受访者支持美军采用军事行动保卫台湾哦，而且这里面来说的话，在共和党还有还有自称在美国再伟大的这个共和党里面，人数都相当的多，而且两党都愿意要支持整个，民主党支持75哦，然后共和党支持包他70%，然后另外还说，如果得知防卫台湾的理由之后，还会再上升到78%。那防卫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晶片就是台湾嘛。那尤其是你看，84%的受访者说什么？担心华为还有中国中兴等电器公司进入美国网络，然后收集美国民众的个资。然后83%的受访者说，担心这个中国利用这个卫星还有空中的侦察对美军进行这个所谓的侦察。然后82%说担心中国在这个军事基地附近购地。然后80%说中国利用这个短语音 TikTok 还有其他平台监视美国民众。74%这个适龄服务役的避难说这个担心这个边境入境。所以我这样一路看下来，你看哦，83%、对82%、80%、70%，我不管这些数字，
这完完全都是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敌意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军会改变他们的想定嘛，会用出这张地图的原因，就是在于说，他们未来的确在整个跟中国对抗的第一线里面来说，台湾是非常重要。一旦台湾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驻韩美军还有这个琉球美军变成是攻打的第一线，然后日本变成是个大后方，这就是目前为止美军大致的想定。瑞德，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哦，这一张驻韩美军的内部战略图，我们才知道原来现在最新的想定是长这样子。但我们觉得最惊讶的是什么？原来在川普在轰伊朗的这一段时间，原来这个美国战机也飞到中国去了，然后中国今天大做文章，他说我们的歼20紧急升空拦截了外国军机，然后现在是怎么样？传出是他拦的竟然是 F-35。对，没有错。那么中国央视呢，那么大幅度的这个的大篇幅的报道吹嘘，那么这一则所谓的歼20空中拦截行动。不过它并没有说明那么它所拦截的外机的那个型号是什么，但是朝向所谓的应该是美国的 F-35对，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应该是哇，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歼20中共的逆中战机跟美国 F-35逆中战机面对面对干所以呢，大幅度讲说自己有多神、有多棒这样子那么告诉大家，这个报道里面呢，大概是讲说那么在6月下旬的时候，那么有一架有一架外国的军机逼近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甚至于靠近接近它的领空。对，所以当时刚好王海大队就是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歼20的部队的飞行员，他们刚好请听清楚。一群歼20的这个德国飞机呢，刚好进行这个相关的训练结束了以后，立刻由训练改为实战，然后呢，多架歼20紧急升空拦截。各位，你有没有听到我所讲的这个部分？一架外国的军机，多架歼20的军机，然后呢，他们多架去拦截一架。然后这一架这个等于说，他们怀疑从外观怀疑是 F-35的这个可疑的外国的军机呢，就在空中里面跟歼20展开了非常漂亮的逆中战机的这个追来追去，然后如何左边切过来，右边切过去，然后对方如何用他们的气势要压制过来。你们听起来很像他写武侠小说他里面讲什么？他说我们具备空中拼刺刀的无畏精神。我告诉各位。逆中战机如果需要在空中要拼刺刀，对不对那就成为天大的笑话。各位还记不记得，在巴基斯坦跟印度的空战的那个部分呢？就是因为两边的飞机都升空，都没有越过彼此的那个边界呢，然后就发射了飞弹。其中，那么巴基斯坦发射了像中共买的霹雳15飞弹，击落了印度的军机，因为这样闻名嘛。对，我请问你他们有没有在空中翻滚然后这边没有，我从这边过来，我从那边过去成功把你给驱离逼退。更何况这个新闻里面最大的漏洞是什么？对方的军机就一架，你们出动了多架的歼20的战机你们出动多架歼20的战机你们发挥无比的道德勇气，我讲坦白的啦。你如果是2架以上你到底你也看过捍卫战士的这个电影吧？你出动2架以上的这个歼20，面对对方1架，你有什么好摇摆？我讲坦白的，你有什么好摇摆？不过其实这个新闻的重点并不在于他们在大内宣吹嘘说我们多厉害，然后终于把他给逼退，不在这儿。这个新闻的重点在哪里？在哪里？在于它其中有一段写是由空警500，然后配合的这个相关的雷达。但重点来了，当时在东海的上空，到底有没有空警500升空？这是重点。到底有没有空警500升空？然后呢，能不能配合地面的雷达，最后锁定那架疑似美军的 F-35的战机，这才是重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马上在8月要有5000亿的这个军事特别预算呢，要跟美国购买的，希望能够买到5架的 E-2D 的空中预警机嘛，100%可以看到你歼20的战机。对，那问题来了，那你的空警500，甚至于现在更厉害的空警600。到底能不能看到 F-35的军机？这才重点。也就是说，这样的逆中战机不是透明的。逆中战机的意思是雷达截面积可以很小，可以骗过你的雷达，看不到它的这个 F-35嘛。
除此之外，事实上，中共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不是这个什么这次什么空中翻滚啊，带刀的这个护卫啦，在飞机上多靠近，而是他每次都用非常粗暴的方式呢，来驱离他自认为自己想驱离的外国的飞机。对，为什么呢？最有名的是澳洲的这个 P8相关的这个那个巡逻机嘛。那么在南海飞的时候呢，中共就直接过来了，就不 K 歼16就过来了。这是一个不对等的，我跟你讲。包括澳洲这些包括澳洲啦、美国这些，他们在出动反潜机或出动这个所谓的侦察机、电侦机的时候呢，他们都习惯单机作业，旁边不会出动这个等于说这个战斗机来护航啊。结果你用你的歼16，什么叫歼16？歼16已经有战轰机，你把它想象成美国的，有点靠近 F35，F15，虽然还比不上 F15啊，但是靠近 F15你就知道了。它是战轰机啊，用战轰机来对这种那么一般的侦察机啊，你知道它怎么做吗？它直接飞到这个然后 P8A 的这个前面，然后直接照明弹、干扰丝，叭都打出来了。你说他这么近的情况下，没有错，突袭你了。他故意先用他的这个尾翼的那个扰流呢来干扰你之外，直接照明弹打出来的之外呢，把干扰丝直接弄出来。那请问一下，它的干扰是不是一片一片很薄嘛，金属片嘛？它弄出来以后还 P8还吸到它的引擎去，它就要逼你离开了。反正除了没有发射飞弹打你之外，它就用这种方式嘛。它对美国就更过分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知道，我如果派战斗机在前面还有旁边护航的话，你更有借口，对不对？所以每次的单机作业 ，RC135直接。那么中共的战机，不管是歼11、歼16都发生过，直接跑到它的上下面去导弹，还曾经故意飞到它的上面去翻滚一圈下来，差一点撞到这个 RC135嘛。老共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要干扰，不小心就擦撞以后呢，就会爆发上一次老共军机因为这样机毁人亡的憾事。廷尉，我们刚刚特别有提到韩国现在为什么完全都依靠美国？为什么？你刚刚看到，不管是要买美牛，不管是一些天然气，甚至是地图的，现在韩国人也醒了。你看到李在明怎么讲？他说，对于韩国的经济是用绝望两个字，他不能再绝望。过去我们说李在明是亲中，现在他也不亲中了。为什么呢？因为李在明已经被川普已经给他吃个排头，你知道吗？吃排头了。对，因为上一次 G7 的时候，其实他本来是在 G7 在加拿大想要见川普，但是川普去到加拿大马上人就走了，根本不想理李在明。对，因为李在明在加拿大的时候只有见到这个石破茂这些人而已其实说真的，他最关键的韩国的经济要救起来，还是要靠美国。对，但是问题是川普不理他，为什么？川普心里知道他是亲中的，他本来是亲中起家的。那你今天来讲的话，我何必跟你谈呢？你如果没有给我一个像样的筹码、一个东西来讲，我为什么要跟你谈呢？所以李在明乖乖的现在跑回去，我都怀疑这一份地图其实是刻意放出来的，是给李在明警告的。你说告诉李在明。对，刻意放出来的，它不是只有单独是给中国看的而已它事实上是给韩国的政要们看，给这个所谓的这个李在明的政党看的，说你们不要去亲中。我今天驻韩美军来讲，我的动作就是这样子，我的想定就是这样子。你看到，我们知道全世界距离中国最近的美国基地在哪里？就是在朝鲜半岛，对，就在韩国。所以今天如果台海发生战事，为什么驻韩美军司令会讲说他们会因为李在明说那是台湾的事情他不管，对，但是为什么驻韩美军的司令会说我们驻韩美军也要有所动作有所作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问说美国有没有办法去经得起2场战争？什么叫2场战争？朝鲜半岛发生战事，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我们反问过来，中国有没有办法去应付2场战争？如果中国今天来讲他敢对台湾动武的话，那朝鲜半岛美军给他轰炸北京看看，你要不要回防北京？对，所以其实中国才是真的没办法去应付2场战争因为驻韩美军以及像菲律宾的这边的周遭的所有的美军，如果在台海，如果你敢发生战事的话，你美军一定有行动，没有问题。但是朝鲜半岛的美军才是关键，因为他随时马上就可以到北京去了。
马上就说他这个打过去。短短的距离，马上起飞，是马上就轰过来了。各位要记得哦，在以前二战结束之后，后来不是发生韩战吗？那时候麦克阿瑟将军的为什么被杜鲁门下7道金牌叫他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再打过去就直接打到中国东北去了。那这是协助蒋介石这个什么反攻大陆了，不是吗？所以那时候会动摇到整个美国在东亚的这个布局啊。事实上，你看到现在美国留下那个北韩，事实上是一个缓冲区的概念了。所以呢，其实中国也要这样的东西。你不能说直接面对这跟中国直接面对跟美军的接壤。所以什么意思呢？我刚刚提到，在问中国有没有办法同时间打2场战争的时候，驻韩美军就是像一支针啊，直接穿进了中国的心脏，你知道吗？当他脚，你看东南半部啦，这些台海，这算是中国的脚，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一支针可以直接刺进中国的心脏，那中国受得了吗？他受不了的。所以今天要问的事情就是这一个图，告诉大家说，今天你中国也不要太嚣张。然后再一件事情，李在明你最好是好好乖乖的配合我。你如果能够配合我的话，在整个军事战略布局上面来讲，配合美军驻韩的这个司令官的他们这些作为说不定川普还有可能见到你，而且接下来李在明你要多出一点钱吧。这个事情多出一点钱，怎么是驻韩美军？驻韩美军需要钱的，对啊，所以你要多出一点钱。所以李在明，如果你真的想见川普的话，今天你要提出你的诚意出来。玉凤，我们刚刚特别提到钱什么？比特币、虚拟币，川普最爱这个东西了。结果今天大家出乎意料说，比特币哪一个国家最多？前3名，其中一个竟然是什么？不丹不是一个佛教国家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比特币5年来的一个走势，它的低点大概在22年左右，大概是2万块美金，而现在的话，比特币多少？哒，一颗要10万块，一颗10万块。美国的大统领川普很喜欢比特币，对，好，所以呢，美国持有比特币在世界存量上当然是第1名，对，第2名中国大陆，第3名。大家还在想会不会是英国吗？还是德国？还是哪里？没有，不丹。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个过去曾经以追求快乐指数为国家目标的，竟然有了全世界第3个存量的比特币？你现在一颗10万块来讲，你看它有多少比特币？你知道吗？它现在的估值大概有 GDP 的40%，总价值是13亿美元。13亿美元，你知道吗？过去来讲的话，你会发现说，不丹就是一个。讲比较不好听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很厉害的基础建设。然后他们怎么会跟比特币他们不是过得非常的淳朴吗？不是都过得很清幽吗？他们用一个淳朴清幽的态度在挖比特币，是人家没有这边敲锣打鼓，人家不是偷，人家慢慢的以一个和缓快乐的方式来挖比特币。这个故事要从2020年开始，那个时候疫情发生嘛，疫情发生，比特币也往下嘛。那个时候呢，其实不丹呢有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要找到怎么样主权财富基金的另外一个新的经济引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来讲的话，他们这个地方上面是中国大陆，下面是印度，而这个地方它的山势非常的高耸，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的水流下来之后呢，那就天然的水力发电。他们水力发电你知道多到多少吗？可以高达2.3个 gigawatt。你这个真的是非常，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的羡慕啊。对，过去来讲的话，它这个2.3 gigawatt，它的水力发电卖给谁？卖给周边的国家。可是2020年的时候呢，周边国家因为疫情的关系，经济也不好，我就不跟你买了。不跟你买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吗？他们竟然从2台电脑想到了一件事情：我既然有这个电，然后呢，我的地理位置又比较高，那我干脆就把这2.3个 gigawatt 拿来干嘛？挖矿。挖比特币哇，所以现在看到水力发电所有电力都灌到了比特币的挖矿上。对啊，你想想看哦，那个地方又比较冷，对，高度比较高，然后落差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那不就是矿机最好的发展的一个地点吗？完完全全就从2台电脑把它给弄起来了。那弄起来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比特小路，他就去跟不丹谈了。不丹现在来讲也要做园区，而人家的园区不是诈骗园区，也不是高科技园区，它的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生态园区，你知道吗？这个生态园区有什么？有比特小路的矿机，然后呢，还有这些从矿工到钱包到消费，我全部把它弄在一起。他要弄一个500 megawatt 的一个比特币挖矿数据中心，你很难想象哦。你看哦，他们在剪彩的时候呢，还是穿着他们的长袍，然后呢，传统服饰，还是男生系着腰绳，然后呢，大家就拉开这个绳子，哎，
人家要搞这个500 megawatt 的这个比特币的一个矿机，这个矿场也太酷了吧！旁边都是树丛，树林当中，对，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比特币的广场，一个、2个、3个，你知道吗？它每一颗的比特币的成本多少？3万块到3.4万的美元。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图，现在一颗是多少钱？一颗是10万口币一斤嘛。所以呢，你看你每天这样子开下去之后，一直挖，反正呢，比特小路的吴继涵他就出这些矿机，然后还有技术。对，不单他就是把这个水力发电的资源给投注下去之后呢，大家一起来分润。所以中国不能挖，我跑到不丹挖。对啊，中国那个时候还出台一个政策，就是要来严打。那严打的情况之下，打到了比特大陆，人家比特小路在不丹慢慢的挖，你的成本一颗挖，你的成本要3万块，我这收益一颗是10万块，每一天大概就可以赚88万到96万，你就算100万美金好了，一天可以赚3000万。你这样子慢慢的赚，清淡的赚，也不用敲锣打鼓就把这个钱给赚起来。然后这个钱赚起来之后呢，现在来说的话，不丹的国王要弄一个正念之城，格勒普的正念之城。你看很多人在讲正念之城到底是什么？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瑜伽的感觉？Mindfulness， 你过去来讲，我们讲瑜伽的7个脉轮，然后要正论、正念，他们弄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完全不走其他的基本的基建政策，他们把这个自然全部放在一起。你可以看看这个廊道是非常的融入自然的。然后呢，他们的一些办公室也是慢慢的层叠上去，甚至你会发现在西边还有大象在喝水。那你想到，那我要怎么到这个地方？难道我要爬山涉水吗？人家也是有机场的，而这个国际机场其实很特别，它是用 runway 的方式，什么意思？我在河谷上面搭建一个桥，而这个桥呢就是跑道，我不用去让其他西方国家把河给填满，那填满了河就没有啦。我在那边用 runway 再弄一个跑道出来，然后呢，你看它的水坝。它的水坝也是一个马赛克外墙，对，甚至呢，他们说在中间这个地方啊，还要弄一个什么？弄一个寺庙，然后呢，这个外墙其实有点像他们的佛旗，有没有五彩斑斓的颜色？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寺庙，你想想看，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渲染图。如果真的有一天他们把这个大坝给建成了，然后呢，在这个佛旗的这个马赛克瓷砖里面有一个寺庙。哇，我相信有宗教信仰的也好，或者是要去拍照打卡的网红也好，谁不想尽办法飞到这个地方去？你刚不是讲说不单是清心寡欲吗？结果这个弄得比谁还要豪华。人家这个东西就是自然呈现的，而且呢，他把所有的东西都镶嵌在里面之后呢，没有人打得赢他们，没有人可以去打败他们。所以呢，这个东西如果弄下来的话，他们说这个就是不丹国王他以后的南亚未来之城。只要全部做起来的话，那我相信应该会吸引很多人过去观光旅游。会长，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在不丹，挖矿每天可以赚到大概3000万台币，羡慕死人了。谁最羡慕？中国人。中国哪里最羡慕？上海人。然后上海人羡慕什么？你不是最有钱吗？发现没有上海的第一工业区，现在这个松江区发现经济出大事了，东墙补西墙，最后都毁掉了。是啊，中国地方债的问题真的是如滚雪球般的越来越大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现在连上海这个他们认为是第一工业区的松江区，都是靠着做假账的方式来评那你说这个做假账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收入是在204亿，他们预算是这样。结果呢支出竟然高达361亿所以赤字来到了157亿那这个很多个赤字，其实呢，他们还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虚报，我跟中央虚报支出，我这边要干嘛我这边有一个道路要平，我这边有一个什么养老院要新建，但事实上。这一些跟中央取来的补助是真的，钱是真的下来了，对，但我没有拿去真的什么路平道路、什么水沟清都没有完全没有用，在这个上面，所以就拿来全部都拿来还债所以导致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些问题就越来越大，然后呢，他们就说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大家都在做假账。这个黑色线是2025年的线，它是历年最低的。等于是外资根本没有进来了，上海不是很吸引人吗？数字增加2万多家，但真正进来的金额年减10几%，年减10几%，所以你就知道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一个是跟你玩真的，全部是弄假的。然后呢，还有包括网络上传了一个中铁上海工程局这家公司他就说他们就宣布我们现在从领导人到那个主管到员工，连你 part time 的全面减薪什么减薪呢？就是你的薪资。
啊，包括你的 bonus 全部都缓发就不发的情况之下，连退岗，我想说这退岗是指已经下岗了吗？就是已经是退休的人吗？他说你能领的钱只能是原本的40%，所以换句话说，停薪啊、减薪啊、劝退啦，是花招百出。反正就一句话，什么呢？就是要减少支出。如果连中铁的上海工业局都面临到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也难怪人家就说中国的地方债的问题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遮掩了。那我们刚刚不是说吗？他们又靠几招嘛，就福报就是那个巧立名目嘛。对。所以你知道上海现在演变成怎么样？才27号而已，突然下起了暴雨，就没有想到，就导致整个东方明珠几乎都泡在水里。你看，全部都泡在水里面。哇塞，那个是什么东西呀？我都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就是反而你说才一下子就淹大水了。淹大水，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就是他们原本有去福报，就说我要水沟清的，你没有去清。就是你把这个钱应该要拿去去通水沟的，结果你没有去，所以然后你把那个钱拿来干嘛？拿来去还债，所以导致你看一下子马上就淹水了。他们就说这个状况不是只有上海啊，真的包括连贵州也是这样。他说贵州1周之内2度洪灾6月28号就再度被洪水袭击也是短短7分钟的一个大那个骤雨而已。整个你现在很可怕没有想到就整个空拍图看去，黄色的泥水可以说把整个路面全部都淹满了，然后呢变成水乡泽国，农田啊、桥梁啊、建筑全部都受创。4万人的一个小城市，就你看，好可怕！但是从2楼还几楼，竟然就像瀑布一样，黄泥瀑布，所以就代表着他们就说，这个看起来是整个中国地方政府共同造假所变成的一个状况。他说，他们这个中央这个执行相关的预报，这个的一个预算书里面，应要用于防灾跟减灾的高达352.7亿，可是竟然有32亿元被挪用等一下，352.7亿有32亿元被闲置或挪用，而且很可怕，到哪去了？就是拿去还债呀。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中国看起来他们这个假账从中央到地方大概都在不给。然后呢，除此之外，张家界连张家界也出事了。张家界是向来都出事，但是你又觉得也太扯了，你知道吗？他怎么样？他就说他们已经去编了这个预算，然后要打造一个古城啊，占地240亩可以盖22个一个球场，那个足球球场的。然后呢，他们就那时候在编列预算的时候就说，我未来可以每年有5亿元的收入我净获利有2亿啊，然后要打造一个文旅新标杆啊，个2021年到现在，他说4年到现在亏损超过10亿，超过10亿，因为没有人要来啊，而且重点是你根本也没什么好玩的。你看这些人是谁？就边的邻居那边打羽毛球，旁边的邻居在这个40亿的股市里面打羽毛球，上面还有蜘蛛丝。我跟你讲，我真的还蛮羡慕邻居的。哇，我们只能在大安森林公园或者是青年公园打，他是在张家界，都长了蜘蛛丝了。对，你就知道，就是说有多久没有人来了。那真的，因为真的就只有邻居让邻居或者是当地的住户就赚到而已，就变成哇，你的运动场好大。但是呢，真的很可怕，因为除此之外，不到10公里的地方。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古，就 Copy 2，就是你看，你现在看画面看到这个也是类似一个仿古城，但它从头到尾都没有完成，没有完工，然后就这样子变成一个烂尾楼。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